西东边它修了一个这个太行1号路，这个跟山西西边那个黄河1号自驾旅游公路一样。我们当时在黄河1号自驾旅游公路那段走的时候，感受还挺好的，决定也是再走一段这个东边的太行1号自驾公路，娘子关这一段，也就是阳泉市的平定县那一段，还是挺期待的。往河北开的这一段路呢，全是下坡，说明山西的地势其实比河北要高不少，所以开起来很顺畅，就是都不怎么用踩油门，脚就轻轻搭上就已经很快了。右手边就是悬崖峭壁，就是路况是不错的，但整体是感觉不如黄河1号旅游公路那边它的那个观景台建得好。它这是山谷里面，那边是河谷里面。这边你想是挨着井陉，井陉也是太行8型的。就按理说以前这一块是只有这些太行8型里那些小山谷是能通人进出太行山的。天真的很蓝，白云一层一层的，在山谷中能听见鸟叫。这个还有一个小病号。被晕车了，晃晃悠悠的。歇会儿。我觉得这个太行1号路呢，驾驶起来还 OK， 但它作为观景的线路呢，不太好停，因为它确实是太行山沟沟里面去开路嘛，很难做到特别宽，或者说很难建观景平台。比如说这样的话，对吧？一建的话，它直接要挑出去，本来这个路就没有办法做得很宽，所以这条路呢，挺适合去开车慢悠悠的开，去通过车窗感受一下太行山脉的一些险峻，不太适合去过多停留。但我们仅仅是这个阳泉平定县这一小段，可能各段的情况也不太一样。不过天气确实是很好，在山里面，刚才我们停下来就能听见鸟叫，然后觉得周边的这个空气声音都很安静。你看它其实石头开采了一些，或者是为了开这个路炸过一些，所以上面的一些植被是少了点儿。这边有一个观景平台，停一下看看。哇！开了一段，发现这边还是做了一些这种大的观景台的，而且我看这条路上走的全是石家庄的牌照，反而山西的这个车牌很少。走了，继续往前开。咱们在山西的那个盆地，你包括太原、忻州那点盆地，就挺暖和的嘛。主要就是它周边的衡山、太行山、吕梁山，把那个风全挡住了。刚才绕的这弯一环一环的，开始走下坡了。这个小戏台，这上面是个村子是吗？往上溜达溜达，这啥村子啊？刚才呢从太行1号公路下来以后，正对着看见有一个大戏台。而且这边是个叫沈水泉村，但我看除了这个盐村这边有一些小饭馆之外，里面那个村子上年头了，感觉甚至有点荒废，所以还挺想进去看看的。咦，那块还有小狗，这
这个建筑风貌啊，有点像60、70年代那会儿，一个村的公社的大舞台吧，算是。这老房子都荒了，它是建在一个山坡上，这都上年头了。这是有个地洞，国家水保重点工程，这什么东西？前面也是荒废的，包括上面，看看，又成荒村探险了。但这边还好，沿着公路倒没有那么吓人，只不过就有点陡。它这个石头垒的房子呢，看似石头很稳固，但是它中间没有泥封上，就感觉不敢碰，怕碰倒了，就不是那种完全平衡的状态。这家应该是荒废的。哇，这什么？还有个地洞，这边可以下去。这个算不上荒村，但可能过几年就荒了。石头建筑感觉挺有特色，而且看着还有人，就心里踏实好多。这边可以下去，看一下。哎呀，挺有特色的。如果不修这条公路，应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山村。修了这条公路呢，它有沿街，有一些大车旅游车辆通过。村子里还是能有一些开个小饭馆啊，开个汽修什么的。皮卡房车在这儿继续出发了。这是正经的凿的隧道，直接山里面凿了个洞。行吗？可以，直着走行。行，直着走。景行。哎呦，还有泉水呢。山泉。这条路我觉得比那个太行1号公路要有意思。是正经以前的古道吧？是要走在这个山里面才能感觉到它的雄壮。以前可能不是这种路，但是它可能就是山谷里面有这条人趟的小道。这应该其实就是沿着，哎，你看底下有水哇！哎呦，这么窄。主要是